这个月，史丹佛大学跟 Arc Institute 的研究团队在科学期刊上发表了一篇真正称得上历史性的论文。他们用 AI 从零设计病毒基因体，而且有一部分真的能用。先把话讲精确，在一开始就讲清楚，这里的病毒只感染细菌，不感染人类、动物或植物。没有人做出人类的病原体。他们证明的是一件范围更窄，但在某些意义上更重要的是，一个 AI 模型能够理解生命的密码到一个程度，写得出一个自然界从来不存在，却真的能运作的基因体。所以今天要讲，他们实际做了什么，背后的 AI 模型是什么，还有这件事打开的一个诚实的缺口。因为就在这篇论文发表的同一周， Anthropic 悄悄改写了自己的生物安全规则，而另一份研究则发现，这个模型底层的安全过滤没有看起来那么牢靠。我们开始。先把实际的数字讲清楚，因为它比标题呈现的还要具体。研究人员用 AI 生成了数千组候选基因体，设计范本是一种天然存在的病毒，叫做 X174。从里面，他们化学合成了将近300组，然后在实验室里逐一测试。其中16只不只是能运作而已，它们真的有效。而且用这些 AI 设计出来的病毒混合起来，杀死大肠杆菌的效果比他们所根据的那个天然病毒还要好。目标，再讲一次，是一种特定的细菌。这不是一场通用型的病毒设计实验，是一场范围狭窄、受控的展示，而那个狭窄是刻意设计的。背后的模型叫 Evo2， 由High实验室跟 Arc Institute 开发，值得花点时间理解它到底是什么东西。Evo2 是一个有40亿参数的基础模型，训练资料是 9.3 兆个核苷酸，也就是组成 DNA 的 A、T、C、G 这几个字母，涵盖细菌、古菌、真核生物、病毒，基本上是生命的每一个域。架构上，它跟 GPT 这种大型语言模型是同一个概念，只是它学的语言不是英文或程式码，是遗传密码本身。它不是在预测一个句子的下一个字，是在预测一个基因体的下一个碱基对。这正是这件事的意义超越那16只病毒本身的原因。如果一个模型真的能学会 DNA 的文法，好到能写出全新而且能运作的东西，那个能力预设情况下，并不会被关在一个狭窄、安全的应用里。平心而论，这不是一场鲁莽的展示。研究团队从一开始就内建了真正的安全措施。Evo2 的训练资料可以排除了会感染动物、植物或人类的病毒。开发者接着测试了模型，确认它不会对跟人类病原体有关的询问做出有意义的回应。而选举是菌体作为展示目标，不是随便挑的。这类病毒只感染细菌，它们已经被安全地用在医学上，一种叫做噬菌体疗法的技术，用来对付具抗药性的感染。这大概是所有病毒类别里风险最低的一种了。而在这一切被公开之前，它经过了科学期刊的同行审查，科学出版界最严谨的审查程序之一。这是一个刻意、谨慎的第一步，不是一个鲁莽的第一步。接下来是诚实的缺口，而这正是这整个故事里最重要的部分。Evo2 并没有被关在门后，它的模型权重、训练资料跟程式码都被公开释出了，任何研究人员都可以自己下载、自己跑。这个开放性对科学来说是真正有价值的，而风险也正好住在同一个地方。另一批安全研究人员测试的正是这件事。如果你拿开放版本的 Evo2， 用少量额外资料重新训练它，一种叫做对抗式微调的技术，能不能把安全排除的部分找回来？在他们的测试里，答案是，至少对一部分跟滥用有关的能力来说，可以。这包括模型预测、免疫逃脱相关特征的能力，也就是一个病原体可能怎么逃过免疫系统的防御。这个能力本来是被刻意训练排除掉的。
经过重新训练之后，它回来了。换句话说，资料排除是一个减速丘，不是一道墙。有意思的是，就在这篇论文发表的同一天， Anthropic 也悄悄更新了自家 Fable 5模型跟生物有关的安全规则，看起来是各自独立的动作，但显示整个产业正在平行的跟同一个问题角力。这次更新重新训练了安全分类器，让它更能分辨日常的健康问题跟真正双重用途的研究及提问。官方公布的结果是，一般健康与教育提问被误挡的比例大约降低了 85%， 但真正危险的那一类双重用途的生物研究挡得跟以前一样紧。改变的不是那个上限，是它底下的误判率。Anthropic 也说，正在研议一种叫做受信任存取的通道，一个经过审核、有门槛的模型版本，给真正需要前沿生物能力的研究者用，同时不把同样的能力暴露给任何有网络连线的人。这跟 Level 2开放版本 vs 有门槛版本的张力其实是同一种直觉，只是从另一个方向去处理。有4件事值得讲精确，这样才不会把这件事讲得比事实支撑的还要惊悚。第一，这次没有设计出感染人类的病毒。这场展示的目标是一种细菌，用的是已经在医学上被安全使用的病毒类别。那个边界是真实的，刻意画出来的。第二，研究人员发现的那个安全缺口，透过重新训练把被排除的能力找回来，依然需要真正的专业知识、运算资源，还有取得开放模型权重的管道。它不是一个谁都能按的按钮。第三， DNA 合成筛查依然是一道真实、有效的第二道防线。大多数商业 DNA 合成供应商都已经会拿订单去比对已知危险序列的资料库。它已知的弱点是，它比较擅长抓像已知威胁的东西，对 AI 生成真正全新的东西比较力不从心。第四，发现微调缺口的研究人员跟评论这篇原始论文的生物安全专家在一件事上意见一致，没有任何单一的防护措施能单独处理好这整件事。它必须是模型训练、合成筛查、实验室监督跟公共卫生监测层层叠在一起。这件事接上了我们这整个月一直在追的一个模式，值得直接把它讲出来。18号，一个 AI 店长忘记了自己写的政策。19号，一个聊天机器人被一个简单的文字手法骗去攻击自己的创造者。今天完全是不同的领域，基因体设计不是零售或社群媒体，但失败的形状是一样的。在每一个案例里，一个纸面上看起来很牢固的安全措施，一条政策，一个内容过滤器，一次训练资料排除，在实际情况下都比设计它的人所预期的还要脆弱。这都不代表这些工具不该被研究或不该存在。它代表的是，不管是生物领域还是聊天机器人，那个诚实的问题从来不是有没有安全措施存在，而是当一个有真实动机、真实资源的人决定去测试它的时候，它撑不撑得住。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如果只记一句话， AI 第一次设计出真的能用的病毒，而且它只以细菌为目标，但围绕着这个模型建起来的安全排除措施，被证明只要花对力气，是可以被逆转的。这是一项真正的科学成就，在对抗抗药性细菌上有真实的医疗潜力，而且是由一个采取了真正防范措施的团队做出来的。同时，它也是一次早期的警讯，一旦模型公开释出，那些防范措施可以有多脆弱。订阅 AI 每日新闻，我们明天见。